我不愿意。我说，婚礼取消。顾婉宁小姐，请问您是否愿意嫁给李俊宇先生？无论顺境逆境，都与他携手一生。婉宁。 姐姐，别等一生了，今天不会有人来救你。你的网决权，海外信托，顾家老宅。 都已经归俊宇代管。还有一件事，10年前跳进海里救你的，从来不是俊宇，是叶凡。别发呆，大家都在等你。前世，我爱了他10年，也信了他10年。我把公司、家人和命都交到他手里，最后才知道，他所谓的爱，只是想把我的一切变成他的。我不愿意。顾小姐，您说的是？ 我说，婚礼取消。顾婉宁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？知道。婚礼筹备了1年，外面全是媒体，你现在反悔，两家的脸往哪儿放？你问顾家的脸，问李家的脸，问所有宾客的脸，你怎么不问问我，为什么不愿意？有什么事，仪式结束再说。仪式结束以后，我就是你的妻子，所以呢？所以你就再也不用听我说不愿意了。别闹了，我差点把命都闹没了。这一次，我不闹，我只是不要你了。婉宁姐，你是不是太紧张了？俊宇为了今天准备了很久，有什么误会，我们私下说，好不好？温软，我不嫁他，最着急的人为什么是你？我只是担心你以后后悔。放心，我今天最后悔的是镇上这个礼台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改正一个错误。叶凡，我在。你今天有结婚的打算吗？顾婉宁，站住！你哪里不舒服？全场都在问我是不是疯了，只有他先问我难不难受。回答我。本来没有，
你再问一次，可以有。那你愿不愿意娶我？你够了！拿婚姻赌气有意思吗？松开。他说不愿意。疼不疼？有一点。先去处理。你还没回答我。顾婉宁，看着我。你现在很乱。我很清醒。清醒的人不会穿着别人的婚纱站在几百个人面前，临时问另一个男人要不要结婚。那你想听什么？真话。不是为了气李俊浩，不是因为你突然知道10年前救你的人是我，也不是因为你觉得欠我。那如果都不是呢？我去。你都不问原因？原因以后慢慢告诉我，但现在你得先确定，你想走向的是我，不是一条逃离他的路。叶凡，我不是逃下来，我是来找你的。你等了他这么多年，不就是等他回头？是。我等了他10年，可我等不代表他欠我。他不走向我，我就站在原地。他今天走过来了，我才敢牵他。说得好听，你敢保证他明天不后悔？他后悔，我送他走。你不拦，我会难受，会生气，可能很久都缓不过来。但他不是我的东西。叶凡，真敢娶？敢。他脾气不好，我知道，工作起来不要命。这个得改。谁说要改？你爷爷。还算会说话。今天的婚礼取消，所有工作人员照常结算，顾家额外补偿。各位远道而来，婚宴改为答谢宴。至于我和叶凡的婚礼，另择日期。为什么？礼服是他的尺寸，誓词是他的名字，屏幕里放的也是他。你不是我临时换上的新郎，你值得一场从头到尾都只属于你的婚礼。好。顾小姐，叶先生。明明是他答应娶我，怎么一上车反而躲开了？刚才牵得挺紧，现在不认账。刚才怕你站不稳。我现在也站不稳。你坐着。叶凡，给你24小时。什么？后悔的时间。我当着几百个人向你求婚，你满脑子想的就是怎么把我退回去。我满脑子想的是怎么把你留下，所以才不敢趁你最狼狈的时候关门
去登记。万宁，我说真的。你确定？叶凡，我已经错了10年，这次你别让我再错过。该停的权限全部停掉，该复核的合同一份都不能漏。顾总，叶先生在外面等了1个小时。忙完了。为什么不让他进来？他说您在工作，不打扰。忙完了。你等这么久，不会打电话？打了。我没看见。所以我等。先吃饭。还有一份文件。你1小时前也是这么说。你偷听？秘书汇报。又是周彻。周彻连我小时候爱吃什么都知道。他查资料能力强。那他知不知道你喜欢我多久？这个不知道。我明天问他。他明天休假。后天呢？出差。回来以后？顾婉宁，先吃。顾总，3家合作方同时发来风险暂停函。暂停什么？3个联合项目的结算和签约权限。申请人是李俊宇。他的内部权限，婚礼当天已经停了。系统权限停了，可2年前的框架协议里还留着一项连时签字条款，合作方不敢继续放款，要求顾氏先处理授权争议。婉宁，感情上闹脾气可以，生意上别任性。你冻结顾氏项目是想让我回头？我只是提醒你，取消婚礼不等于你有能力把我从顾氏彻底拿掉。这3个项目是我谈下来的，没有我的签字，合作方不会认你。明早9点，法务复核框架协议；10点，向合作方补交董事会决议；中午以前撤销全部历史联谊授权。你真以为事情这么简单？不简单，但比继续把故事交给一个拿项目威胁我的人简单。需要我联系合作方吗？我不需要你替我赢。好，那我负责把饭热好。你需要人站在旁边的时候，我在。他不替我做决定，却总能接住我最累的时候。我们谈谈婚后安排。你说。财产独立，工作互不干涉，公开场合可以配合，私人时间彼此保留空间。遇到重大事项，提前告知。可以。你这么好说话？因为我也有条件。说。第一，不准拿不吃饭证明自己能扛。这是婚后协议还是健康守则？第二，身体不舒服要说。叶凡。第三，害怕的时候别只会锁门。还有一条。什么？
我们不做假夫妻。我知道你现在未必已经爱我，但我不想只在媒体面前演丈夫。你可以慢慢喜欢，也可以暂时不喜欢。那你要什么？给我追你的机会。我们已经结婚了。结婚证解决身份，没解决过程。叶总还挺讲流正程。被跳过10年，谨慎一点。怎么追？周6约会。去哪儿？你选。不能包场，不能去高级餐厅，也不能让10个人跟着。好。我想去海边夜市。你会逛？不会，所以才需要一个有经验的丈夫。不能吃辣，为什么点特辣？老板说这是招牌。你现在像被骗了，还准备再转一次账？那你替我吃。对你的感觉强烈，决定让它你心跳这么快？人多。叶凡，你撒谎的时候会摸摸表。夜市总裁带这个，嫌弃就还我。叶凡，你今天开心吗？开心。以前没见你笑这么多。以前你身边有别人，我怕太明显，连朋友都做不成。那以后别藏了。顾总，这是加分项，算预付款。能不能多付一点？看表现。好，我努力。这一次，他不用再站在原地等我。开会。审问。我能请律师吗？不能。问什么？手链在哪儿？丢了。你撒谎。证据。你一撒谎就摸钱包。拿来。那是我捡的。捡到别人的东西要归还。10年无人认领，按无主物处理。叶凡。你再贫，我自己搜。你一直带着？偶尔。偶尔能把钱包压成这样，钱包质量不好，
夜市总裁用30块一个的钱包，顾婉宁，别拆穿的这么彻底。为什么留着？肩并肩走过那条长街，手心不停出汗。那天把你救上来以后，我在医院门口等了一夜。你醒了，我正准备进去。然后呢？李俊宇先到了。看见你的泪滴，后悔涌上我心底。医生说你情绪不能再受刺激，我就没进去。所以你把手链带走了？不是带走，那是什么？我当时挺没出息的，想留一样东西，证明那天不是我做的梦。在深夜留的那盏灯，爱从来没有走远，它在你我呼吸之间，在生病时熬的那碗酒，你确定？确定。握紧的手。明天不许说我趁人之危。你怎么这么记仇？被骂过一次，印象深。我不是因为感激才抱你，那是因为什么？心疼。还有呢？你别得寸进尺。我等了10年，今天想多问一句，还有一点喜欢，只有一点。目前怎么增加？看表现。有考核表吗？先把手链还我。皱纹爬上了眼角，白发也藏进发梢。我们虽不再年轻，却共忆往日美好。什么时候修的？10年前。那时候就准备还我？没有。那为什么修？爱从来没有消失，它就在平凡人怕有一天真的等到你，手链却戴不上了。在默默陪伴安静时，考核加分。爱从来没有走远，它在你我呼吸之间，在跌倒时伸出的手臂，在脆弱时依靠的肩。干什么？再说一次。什么？你有一点喜欢我。没听清就算了。听清了。那还问？想再听一次？没有第二次。那刚才那个吻呢？也是一次性的。我能申请续费吗？今天不行。为什么？你头发还在滴水。好。叶凡，晚安。晚安，叶太太。当头发都变成银白，脚步也变得缓慢。我们一直都在，从未离开，直到未来。
如果叶先生真的尊重宁姐，为什么10年前不告诉她真相？又为什么每一次都恰好出现在她最狼狈的时候？最后2张是有人跟着我拍的，前2张呢？我确实去过。为什么不解释？照片是真的，解释我为什么站在那里，只会让人觉得我在卖10年的深情。他们说你在等我最脆弱的时候，你信吗？我只看见有个人在我看不见的地方站了10年。今晚不要回应。你想怎么做？明天的说明会，我自己告诉所有人，你到底是不是趁虚而入。3、2、1。婉宁姐婚礼当天情绪很乱，恰好叶先生又恰好出现。我只是担心他把救命恩人的感激当成了爱情。需要我出席吗？你想去？想听你怎么介绍我。合作伙伴。丈夫，满意了？勉强。顾小姐，您是否因为叶凡先生是10年前的救命恩人，冲动与他登记？有冲动。您能确定自己爱他吗？我不能拿一句漂亮话骗你，我还在学怎么爱一个人，也会害怕，会退缩，甚至会把过去留下的刺扎到你身上。那就慢慢学。可我知道，我每天醒来第一个想见的是你，害怕的时候第一个想喊的也是你。有人说你是替身，你信？我生气。为什么？因为没有任何人能替代你。这算表白？算澄清。区别很大。叶先生不满意？回家重新表白。这里有镜头，正好让他们知道，我不接受降级。顾总，健康管理采购档案恢复了一部分。能恢复多少？大部分，但最早的一批原始记录被提前导出，去向还没查清。他们知道你开始查了。那就让他们继续动，动得越多，留下的证据越多。别喝。怎么了？味道不对。
那种一点点失去力气的感觉又回来了。如果我喝了呢？看着我，我问你，如果我喝了呢？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，我刚才差一点又没拦住。我没喝。证据也留下了。叶凡，你可以抱我。你不是替身。我知道。那你为什么还抖？因为我差一点又晚了一步。这次没有，叶凡，这次你接住我了。饮水监控已经追到临时人员，再查下去，采购换水和删除记录必须有人单独承担。准备一份自认书，所有经手人都写温然。先让他签，空着的地方以后补，他会同意。他母亲的治疗费还在我手里，告诉他，只要认下，我会保他。他从没准备和我一起承担。谁改的时间？叶先生。你在哪儿？楼下。上来。这些都是你安排的？是。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昨晚有人试图接触你的司机，所以你换了我的司机，改了我的行程，还让所有人瞒着我。我不想让你分心。李俊宇也说过，你觉得我和他一样？你们不一样。那为什么拿我和他比？因为未经我同意，替我决定我的工作和生活，这件事没有区别。那瓶水已经到你嘴边了。我们可以一起制定安全规则。等你开完会，等你忙完，等你觉得事情够严重了再告诉我。至少你应该先告诉我。我告诉你，你会停下吗？那是我的决定。可你每次的决定都是自己扛。顾安宁，我只是不能再晚一步。10年前，我晚了一步告诉你真相。婚礼前，我又晚了一步走到你身边。那杯水被递到你手里时，我满脑子都在想，如果我没闻出来怎么办？我连保护自己的妻子也要先填申请表吗？你可以保护我，但保护我不是接管，我不是你的项目，不是你的风险清单，也不是必须被锁进保险柜的东西。我没有把你当东西。可你正在用你的害怕拿走我的选择。我已经死过一次了。被画上了句点，说的再见。我最怕的不是受伤，
是有人打着为我好的名义，替我把人生决定完。所以只要有人推远的靠近一点，你就先把门锁上。你身体不舒服不说，害怕也不说。你不是独立，你是在拒绝所有人靠近。至少这样，我不会再把自己弄掉。包括我，包括我。包括任何人。遗憾错过各自的生活，也许你未经你同意的安排全部撤销。司机风险资料交给你，换不换你决定。行程恢复，这样够了吗？叶凡，我不是。你说的对，害怕是我的问题，不该让你替我的恐惧付出自由。你去哪儿？回家。不是说等我吗？你现在不需要我等。顾总，晚餐还送吗？叶凡会。今晚不会有人来。他说中了。他说中了，而我也真的伤到他了。叶凡在哪儿？99元站。他去那里做什么？叶总心情不好的时候，偶尔会去。叶凡，你怎么来了？找你。这里雨大。我知道。身上会被雨淋的。已经淋湿了。我还没说完。白天已经说得很清楚。我说错了。哪句？包括任何人。你和他们不一样。我知道你不是想控制我，我只是怕。怕什么？怕一旦依赖你，我又会把自己弄丢。所以你先把我推开。顾婉宁，你解决问题的方式真差。我知道。道歉也只会句对不起。那你想听什么？真话。别再跟我说正确的话。告诉我。真话是，你走以后，我一直看门。真话是，我明明可以自己回家，却觉得没有你等着，哪里都不像家。
真话是，我舍不得你，只是舍不得。还有想你。还有呢？叶凡，你别骗人太狠。我等了10年，今天想贪心一点。还有，我爱上你了。你不信？再说一次，我爱你。不是因为你救过我，不是因为我欠你，也不是因为我恨李俊宇，是因为你是叶凡。疼吗？你现在停，是不是太晚了？现在后悔吗？不后悔。明天，也不。以后，以后吵架也不许替我决定。好。我也不许拿独立当借口，把你关在门外。这一条加粗。你还真想写协议？你白天那么生气，还有心情写这个？生气不影响解决问题。那你为什么不接电话？手机进水了。真的？真的。那你为什么摸表掉？有一点想让你来找我。叶凡，你幼不幼稚？第一次被妻子哄，业务不熟。可以欠你吗？这次不用申请。你还生气吗？生气。那怎么办？回家慢慢生。会睡客房吗？今晚主卧的沙发不用睡了。顾婉宁。你确定？你再问，我就把你扔回雨里。好，不问了。你查到采购记录又怎么样？我手里有你亲笔签过的健康风险确认书，长期用药授权，还有3份异常评估。这些材料一公开，所有人都会知道你取消婚礼、终止权限，甚至和叶凡登记时到底是不是处在清醒状态。明天的直播你敢开，我就让叶凡亲眼看着你失去去故事。你想怎么做？你事我监管。公开。宣
需要我做什么？不是替我上台，也不是替我决定，陪我一起把这10年说清楚。好。这次我们一起。紧张？有一点。需要我上台吗？既然是公开说明，我要求同步公开顾婉宁的健康材料。你昨晚威胁我的就是这些。他长期存在身体异常，也清楚自己需要药物和健康管理。婚礼当天，他突然取消仪式，之后又在极短时间内终止大量权限与叶凡登记。我不想伤害他，但我必须让股东和合作商知道，他最近做出的决定是否真正稳定。李俊宇，你还记得我签这份文件的一天吗？当然记得。哪一天？3年前6月。错了。原始文件的第1页是年度体检知情确认，最后1页才是我当时签下的签名页。我的签名是真的，可你把它从体检确认书后面拆下来，装进了一份我从未见过的代理授权。这只是你单方面找人做的鉴定。鉴定由独立机构完成，原件已封存。纸张纤维、打印墨迹、装订痕迹和电子形成时间均可复核。你说我长期自愿用药，那我们继续看采购记录。婚礼当晚的。你昨晚说这些都是我自愿的，那你为什么要在婚礼取消以后连夜删记录？终端放在办公室，任何人都能用。采购是温软负责，他做过什么，我根本不知情。事情没有败露时，你说会保护他。事情败露以后，你第一件事还是找一个女人替你承担。顾婉宁，你不要转移重点。你婚礼当天和叶凡登记之后，处处针对我。你做这一切，不就是为了让所有人看我输吗？他当然是为了报复你。谁让你来的？昨晚，你让我签这份自认书，你说只要我承认采购、换水和删除记录全是我一个人做的，你就会替我请最好的律师，也会照顾我母亲。现在当着镜头，你再说一遍。温然，你先回去，别让人利用你。我只问你，答应我的事还算不算？你现在情绪不稳定。又是不稳定。你拿顾婉宁的身体异常
说他没有资格做决定。现在轮到我，你也要把我写成一个失控的疯子。那些事本来就是你做的，药是你换的，临时人员是你找的，水也是你让人动的。对，是我做的，我认。我不会因为你也有责任就假装自己无辜，可我做的每一步都有你的指令。你想让我承担我的那一份，我接受，但你休想把你的那一份也塞进我的名字里。把东西给我！别让他立刻倒下，他只要越来越虚弱，就会越来越依赖我。等他不敢自己签字，权限自然会交出来。万一他真的出事呢？控制好分量，他的身体越化，顾家越不敢得罪。录音可以拼接，他为了减轻责任，什么都做得出来。原始载体已完成初步核验，录音连续，无剪辑断点，最终效力由后续程序依法认定。你不是说永远不会把我推出去吗？我教你，你就一定要做。原来你所谓的爱，就是成功了算你的，出事了算我的。等顾婉宁失去表决能力，顾氏就是我的。那10年前救他的事呢？叶凡如果开口怎么办？他认定救他的人是我，就够了。叶凡要是真敢说，我就让所有人都以为他是为了抢顾婉宁才编故事。一个不被相信的真相，和假的没有区别。10年前，我醒来以后抓住你的手，对你说谢谢。你明明知道那2个字不属于你，为什么不说？因为我也爱你。叶凡能给你的，我一样能给。如果不是他突然出现，你根本不会变成现在这样。你爱我，你把我的病历当成武器，把我的签名装进陷阱，把我的身体变成夺走故事的通行证。我身体最差的时候，你每天告诉我，只有你能替我做决定。原来你不是在照顾我，你是在等我失去选择的能力。我只是想帮你把故事守住。守住以后呢？故事归你，我失去表决权，温然想要什么都有。你的守护里，为什么唯独没有我？你爱了我10年。是，我真的爱过你。正因为爱过，我才知道你毁掉的不只是一场婚礼，你让我怀疑自己的记忆、判断和身体。你让我以为离开你，我连自己的人生都处理不好。我今天站在这里，不是为了证明我从来没有爱过你，我是要亲手告诉过去那个爱你的顾婉宁，错爱不是罪，可知道真相以后，还把人生交给错的人，才是对自己的辜负。说到底，你只是换了一个男人。没有叶凡，你敢这么对我吗？没有叶凡，我也不会回到你身边。结束你，不是因为我选了另一个男人，是因为我终于选择我自己。从这一刻起，李俊宇不再以任何身份代表顾氏。顾婉宁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！没有我，你根本走不到今天。没有你，我可能会走得慢一点，
但至少不会死在你替我选的路上。都是你毁了！不是我毁了你，是你以为所有爱你的人都可以替你承担后果。我不会求你原谅，我做过的事，我会承担。那就把你知道的全部说清楚，别再让任何人替你选择。结束了吗？对过去结束了。对责任才刚开始。李俊宇，主犯多其其冲罪，无减轻情节，数罪并罚，长期有期徒刑，罚金巨额。温软，从犯自首立功，坦白认罪，量刑显著从轻。叶先生，这次礼服是你的尺寸，诗词也是你的名字，都是。没有临时换新郎。再问下去，我会怀疑你还想换。那得看表现。可以考一辈子，但不能换人。虽然这种想法明明就是太简单，只想有人在一起。地上凉。没事，你再打岔，我真的会忘词。第一次是你在最混乱的时候走向我，我答应是因为不想要再错过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娶到你不是结束，我还要学会怎么爱一个受过伤会害怕，也会把我气得说不出话的人。最后一句可以删掉。不能，我不能保证永远不犯错，但我保证你说的话我会听。你想走自己的路，我陪你；你累了想回家，我在。顾婉宁，你愿不愿意再嫁给我一次？你漏了一句。什么？我也会犯错，会害怕失去自己，包括任何人，也可能下意识推开你，但我保证不会再让你站在门外。我会回来，也会告诉你我需要你。叶凡，我愿意。日子再忙，也有人一起吃早餐。紧张。虽然这种想法明明就是证都领了，为什么还紧张？因为这一次是你爱我以后答应的。那第一次呢？第一次也珍贵，那是你从错误的人生里拼命走向我。顾婉宁小姐，您是否愿意嫁给叶凡先生？我愿意。叶凡先生，您是否愿意？愿意。
司仪还没问完，我等太久了，差这几秒。我10年每一秒都差。静静的像我幸福的花，正悄悄绽放。可以亲了。爷爷，可以吗？这次不用申请。闪烁的温柔是你的笑，照向了时光，我的眼眸映着你的模样，我们的梦轻轻。如果我没有重生，我们会怎样？把心房照亮，我会一直查下去，也会一直后悔。让爱住进温暖的家，那就别想了，这一世我们还有很久。都有你牵挂，每一个黄昏都有我情话。顾安宁，回家吧。让梦开启新的篇章，每一段旅程都有你陪伴，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。客厅的床头，这一次不是谁带着谁走，重生不是为了把谁推入深渊，是让错误结束，也让做错的人承担责任，也是重新学会相信自己的判断，重新学会爱，也重新选择自己的人生。10年前，我认错了救我的人，后来我也差一点把真正爱我的人关在门外。这一次，我没有认错人，也没有再让那个一直等我的人站在门外。生活的诗正慢慢写着，今天我